谢谢。潘晓黎呢？他去给那些哥们送行了。这次要不是他的关系啊，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接到这些设备。尹初说了，等回头案子结了，我们可得好好感谢人家。的确，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怎么啦？干嘛呢？啊，没事儿。夸我呀？夸你什么呀？是我提醒你们可以试试心理测试，是我告诉你们还有第3种可能。要是没有我的话，你们还不知道在哪儿瞎逛呢。心理测试的报告不是人家潘晓黎打的吗？对了，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还有第3种可能的？你还记得笼子被捞上来时候的样子吗？锈迹斑斑的，尺寸比咱们预想的要小一些。不是这个，是锁。锁？当时严律不就说了吗？如果笼子被上了锁的话，不太可能会被江水冲开的。胡方前的2个手下也说了，人是被装到笼子里再扔到江里去的。但是如果没有上锁的话，人不就跑了吗？胡方全他们那么狡猾，才不会干这种蠢事呢。所以我当时就怀疑，他们扔进江里的根本就是没有人的空笼子。他们闲着没事儿买笼子，又趁没人的时候呢，把笼子扔到江里。为什么？误导我们？对呀，我们这些日子一直在江里打捞尸体，还不是因为他们说尸体在江里？他们一早就盘算好了，买15个笼子，把单据都留着，杀一个人扔一个空笼子，有朝一日落网了，就说人被扔到江里去了。我们看着这些空笼子，自然相信他们。最后把法律时间耗尽了，我们也找不到证据，自然定不了他们的罪。情况就是这样。可以啊，江文静，经过这段时间跟你共事，我越来越欣赏你了，你真的很棒。我一直都很喜欢你。尹处，浩伦，哎，于处，找到了吗？还没有。昨天晚上我们就来了，这一块都快找遍了，这会不会是方位不准啊？不会，我相信他们，再找找吧。那你们相信这些高科技吗？这原来我们都用过，确实不太准。我们技术基地的新测准确率还是很高的，而且这次潘晓黎请来的都是这领域的专家。那行，那我们再继续找一下啊。这次咱们这么多人，一定能找到的。不，这面积太大了。他们手里不是有碳水化合物探测仪吗？只要尸体没腐烂，应该能发现。我自己来。哎，严律，严律。在干什么，严律？停下！我命令你停下！你以为这样对发现真相有什么帮助吗？捣乱！回院里去，写份警察，明天交上来。你现在就回去。你们2个盯着他。别让他再添乱了。是。昨天晚上就过来了。哦。你这样身体怎么受得了？哎呀，只要这个案子能破了，其他的都是小事，你不用担心我。我不只是担心你，我还担心这个案子。现在我们只有一个生锈的铁笼子和2个嫌疑人的口供，一具尸体都没有，找不到尸体就定不了罪。我知道，我有办法的。你有什么办法？
你昨天说找高家，你不会是……这么跟你说吧，就算时间到了找不到尸体，我也要起诉胡凤全。你怎么起诉啊？这个案子要上检委会，现在一具尸体都没有，你拿什么说服各位检委会委员？别管了，我都想好了。你想好什么了？这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结果多严重，你知道吗？颍川，我认识你这么多年，第一次看你这么不理智。你告诉严律，审不出来就滚蛋。原来真正下定决心的是你，诉不成就滚蛋是吗？哎，你也算是对我更进一步了解吧。你是不是疯了？我觉得挺酷的，你不觉得吗？颍川，如果你做好决定了，记住这个案子是我们两个一起办，我站在你这一边。周飞，如果你泉下有知，就保佑我们赶快找到那些尸体，别再让更多人受害了。今天早点回去吧，可儿不能总一个人在家。啊，今天不熬了。一会儿我再回检察院看一眼严律。给严律一点时间吧，让他写完检查，冷静一下，你再找他聊比较好。也行，他是得想清楚了，这绝对不是一个检察官该有的工作态度。但至少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重情义的人。你再怎么重情义，也得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啊。他是心切，走不出来，希望你要理解他。早晚得走出来的，你总得有个新的开始吧。谈何容易啊！那我一会儿送你吧。不用了，我约了人吃饭。叶泽吗？那我可以送你啊。其实我觉得他还挺好的。挺好的啊，你不觉得吗？人是挺好的，年轻有为，真诚勇敢，自我随性。我随便说一句什么，他都会放在心上。要像你说那么好啊，你还真可以考虑考虑。我真的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也许我们都需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上车吧。还没下班呀？王达我已经查过了，我把他当年所有的行动轨迹都跟雷万做了详细的对比，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但他们当年的交集实在太多了，还得进一步筛查。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牵扯到九泰。你确定是所有的吗？但凡有九泰的项目，就没有王达，所以会不会是我们找错了方向？那就得问江源了。那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出去了。对了，朱姐，还有什么事？最近辛苦你了。虽然说我们之前有约定，但是你做的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要说谢谢，应该是我谢谢你。下班了，我们一起走吧。我还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完，一会儿就走。好，那我先走了。
喂？喂？是谁？这么久不见，你的声音还是这么好听啊！姚烨。哟，看来没把我忘了。宝贝儿，你想我吗？我在牢里的每一天，可都特别的想你。你要干什么？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话别说这么绝情嘛，咱俩之前可还是……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本来我也不知道的，巧了，我在电视上看见你跟你老板在一块儿的新闻。任天宇大律师听说很出名，我的小宝贝儿现在真是出息。不要那么多废话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刚从里边出来，就想跟你叙叙旧啊，顺便提醒提醒你，发达了也别忘了过去咱们的。潘小黎，我听院长说你这周都没有来福利院，是检察院的事情太多了吗？啊，最近事情是挺多的，你这不，天黑了才有空过来一趟。哎，你这画的是什么呀？你别把人家小孩子都给带坏了。那你来啊。来就来。啊。什么呀？我这叫不拘一格，富有创造力，跟你这种中规中矩的书呆子可不一样。看我的，坐好。那，这不比你可爱多了？没想到，你还有这绝活呢。那可不，你不知道的多了。对呀，姐姐会的可多了，她唱歌、跳舞、画画，什么都会。多多真懂事，来继续。姚真，我就是 star，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不行，你是不是会生气？你肯定会生气。你是不是觉得我在骗你？哎，我是真的没有骗你，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呀。哎，大神，你在吗？你最近怎么都不上线？是在躲我吗？我们一起打游戏吧，我不逼你见我了。我。
您好，我想看一下有没有我的快递。有的，谢谢。那下班了。我不是说过我不想见到你？我就是来看看你。你不要再来烦我了，你听不懂吗？我听说了，过去的那些事儿。听说了怎么样？是我让你受苦了。跟你没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啊？毕竟我们曾经爱过吧。我忘了。我想帮你，我想照顾你。你觉得现在的我还需要你吗？那至少让我像哥哥一样照顾你，行吗？不要让我再重复我说过的话，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你走吧。朱简。你怎么会在这里？还不是怪你那上司太出名，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本市最炙手可热的律师在哪个事务所了。我害怕打扰你工作，所以一直在这儿等你。我是不是特别贴心？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你不要再来骚扰我。你这么说可就太无情了。我可是为了你才进了监狱。你明明是自己抢劫被抓，还说是为了我。姚烨，你是不是坐了几年牢，把脑子给坐坏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咱们这么长时间没见，我想跟你好好叙叙旧。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赶紧走。你这么说可就太绝情了。这样，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保准你看完以后就能想起来。这些照片，你以前不说你都删掉了吗？这些我当年可都当宝贝一样藏起来，我就知道有一天能派上用场。你到底想怎么样？我不是说了吗？我就想跟你叙叙旧，顺便……哎，你说你都过上这么光鲜的日子了，就忍心看我自己流落街头，饿死啊？不用再拐弯抹角了。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小宝贝儿还是这么聪明。你想要5万？那哪能够啊？起码得加个0。你说，你都开这么好的车了，给我点小钱花花，不难吧？姚烨，你都坐了好几年牢了，还是这个德行。我告诉你，我没有钱，我就算是有钱，我也不会给你。你要这么说，咱俩可没法聊了。你就不怕？不怕什么？怕你把照片传出去。姚烨，你别忘了，你自己刚刚从哪里出来？现在这个录像，就是你赤裸裸威胁我的证据。你一旦把照片传出去，不出1天，警察就会找上门。你说的没错，我的老板就是本城最当红的诉讼律师。根据刑法第65条的规定，在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治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你放心，我的老板一定会送你进去，让你再好好待上几年。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别那么认真嘛。来，你过来，咱俩好好聊聊。
去哪儿啊？我送你吧。不用，我自己过去就行。你今天不是限号吗？事发突然，我才会领你的情啊！你可别想多了。走吧。All the minutes I'm with you, nothing can be done. Come, let it go slow. Look at me now, with the smile that you gave me. Nights are just too cold. 这雨下的也太突然了。 Without your smile, I cannot breathe. 林天宇，你怎么了？没事吧？啊。 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我自己打车去吧，你也不用勉强。这姚晨也真是的，这什么天气啊，非要看电影儿。一会儿见到他呀，我非得让他给我买一桶超级大的爆米花。哦，对了，还有饮料。你说我喝什么饮料啊？对不起啊。 我爸妈出事那天，撞坏的消防栓里喷出的水就像这个一样。他们俩流了好多好多的血，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血和地上的水连成了一片。 流到了旁边的下水道里，血流的越多，他们就离我越远。所以之前医生说你是有应激创伤综合症。从那天开始，每当到了这种天气，我都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还会想起那天发生的那些事儿，有时候我就想啊，如果不是我那天非得，他们就……任天宇，这件事情不怪你，你不要全部都揽在自己身上。
如果你以后不想开车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帮你开。没事吧？我没事儿。你是不是撞到肚子了？我没事。你过来。还疼吗？用你脚印，把遗憾都吵醒，再用手心把失去的握紧，推开有抱紧的争吵，却亲密的是爱情。你今天怎么来这里？你不觉得这儿特别像以前我们常去的公园吗？你经常来吗？这把伞你拿着。那你怎么办？我今天只是路过这里，我以后不会再来了。我觉得你也不要再来。真的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照顾你吗？之前杀害你哥的凶手我也快要抓到了。那又如何？哥哥他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我和你永远都没有脸再见他。
好巧啊，江总，小人啊，哎，怎么今天有时间来打球啊？休息一下，换换脑子。哎，小人，怎么样？刚到我们公司，工作强度还跟得上吗？特别好啊！我听我太太说，前一段时间跟了公司10几年的法律团队，突然间就集体跳槽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走这个事儿我知道，但是具体为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当然了，这个不是你的工作范畴，哈哈，我也不是董事了，只是随便问问。咱们公司10几年前做贸易起家，发展太快了，好多人啊，他眼红、嫉妒。行啊，你对我公司和我都很了解嘛。您是我的雇主，我要是不了解怎么工作呀？这叫做树大招风，这个道理我懂。对，主要是咱们公司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一笔强大的资金介入，到现在了，还有很多人拿这个事儿说事儿，闹得沸沸扬扬。哎呀，幸亏啊，当年那家投资公司，他们认同我的想法，我们公司才能一步一步的做大。当然，我老婆的娘家也是帮了大忙的。哎，很多人都说我呢是靠我老婆，这个不准确。但是呢，我还是很感激我的太太呀。当年我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她就坚定地站在我这边了。你们两个真是模范夫妻。那当然了。小人啊，今天我们能在这儿见面，也算是缘分呐。之前呢，我非常看好你和文静，不过造化弄人呐。但是呢，我还是想嘱托一句，我女儿可是我的全部啊。我也知道，因为我们家的情况，很多人会对她产生什么非分之想。文静是个单纯的孩子。我不知道你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你可不能伤害到我女儿啊！我的女儿不能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放心吧，叔。叶泽，我到了你说的地方了，你在哪儿呢？开业，我带你一起出海。All the minutes I'm with you, nothing can be done. Come, let it go slow. Look at me now, with the smile that you gave me. 早就应该带你来海上了，这样就不担心被拍了。开心吗？开心。你要带我去哪里啊？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风还挺大的。你冷吗？还好。等一下，我去给你倒杯热水。
来，喝点热水。哎，这个杯子是我们一起做的，我每天都带在身边。叶子，叶子，你干什么呀？叶子！叶子！叶子！叶开英姐，我找到了，找到了！什么杯子呀？你快上来！你干什么呀？你是疯了吗？你不回来，我一个人在这儿怎么办？我只是不想丢掉我们一起做的东西。一个破杯子而已嘛。别哭了，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放心，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保护你。我知道，你一直都有顾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当然不合适了，你每一件事情都和一个小孩一样，让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怎么合适？什么时候合适？什么时候合适啊？你都没有真正了解过我，你怎么知道不合适啊？那想怎么样？1个月，我们做一个月的约定。什么1个月呀？1个月的时间里，你先别拒绝我，我们先试着相处。1个月之后，你再决定我们要不要在一起，好吗？好。你们这个专案组都这个意见？原本还有严律，胡方全是杀害严律战友的凶手，所以严律要回避。昨晚我们刚刚知道这个情况，还没来得及向您汇报，所以今天就先没让他过来。这样是对的。银川，你是优秀的检察官。平心而论，你觉得这个案子起诉有没有风险？有，可以说有很大的风险。既然如此，你还要起诉？但是我愿意承担风险。你拿什么承担风险？检察院是一个整体，你的行为就能代表它。你这是在让整个检委会、让整个检察院承担风险。我觉得高检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5位受害者的尸体我们都还没找到。现在呢，我们又说他们死了，那如果有一天他们活着回来了，亡者归来了，这就是错案。尹川，你有考虑过吗？我们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况且心理测试不要说什么心理测试，不能当证据使用啊。但是会让我们内心确信。我内心也确信，我就确信是胡方全杀了他们。但是如果您也确信的话，那就应该支持我们。
手掌，一剑劈开黑暗，飞针无视我斗争的宣判，泪水轰炸心脏，盼望雨后太阳，为杀走恶手，放手一战。听欲望在叫嚷，心没乱，冲撞邪恶的锋芒，一路上仗义行侠，永远不投降。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破无与谜团，让恶魔胆寒。我不怕不哭不退让，对所有的魑魅魍魉宣战。信仰，请别忘万分之一的希望。这世上善恶参半，心境谁苍凉？我听到这一时候像巨浪，破无与谜团，让恶魔胆寒。我不怕不哭不退让，对所有的魑魅魍魉